大家好，我是元猫。年年都有人感慨，今年是最难的一年，而这声感慨的核心几乎都绕不开赚钱二字。诚然，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想要靠双手挣得一份安稳，让财富稳步积累，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更扎心的事实，比起绞尽脑汁赚钱，守住手里的财富其实更难。赚钱靠的是能力、机遇和拼劲，而守财靠的是理性、克制和对人性的清醒认知。而人到中年，恰恰是这场守财修行的关键考验期。年轻人的财富困境大多源于物欲的释放，抵挡不住消费主义的诱惑，信用卡、网贷透支，这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年少时被压抑的物欲，在拥有独立收入后彻底爆发，买新款的电子产品，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为社交和喜好买单，哪怕入不敷出也在所不惜。这份冲动虽会让年轻人陷入短期的财务困境，却也并非无可救药。当心性逐渐成熟，经历过生活的挫折与搓磨，大多会慢慢学会理性消费，调整自己的财务状态，明白克制物欲是财富积累的第一步。但中年人不同，人到中年，成家立业，靠着夫妻二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共同打拼，从一无所有到有车有房，有存款有积蓄，财富积累达到了人生中的峰值。这本该是安稳度日，为晚年生活铺路的阶段，可那颗不甘平庸的心却往往在这个时候再次波动。看着身边有人创业暴富，想着让手里的钱生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子孙后代少奋斗几年，这份想法本无可厚非，可一旦把握不好尺度，就容易踏入财富的陷阱，让半生打拼付之东流。中年人的财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背后连着爱人、孩子、双方父母，是整个家庭的安稳与希望。年轻人试错，成本只是自己的青春，大不了从头再来；而中年人试错，成本是整个家庭的未来。现实中，很多中年人的返贫，并非因为赚不到钱，而是栽在了自己的冲动和侥幸里。尤其有3件事堪称中年返贫的加速器，碰一次就可能让半生积蓄化为乌有，一定要慎之又慎。中年返贫加速器1：孤注一掷的创业。人到中年，难免会对当下的生活产生倦怠，朝9晚5的工作磨平了棱角，职场的勾心斗角让人身心俱疲，看着自己的能力被日复一日的琐碎消耗，心里总会生出一丝不甘。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于是创业的念头开始在心里生根发芽，想靠自己的能力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想让手里的积蓄发挥更大的价值，想给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份勇气和执念看似值得敬佩，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对于中年人来说，创业从来都不是背水一战的豪赌，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选择。一步踏错，不仅是几十年的打拼付之东流，甚至可能把自己的养老金、房子、车子都搭进去。而这份代价，绝大多数中年人都承受不起。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会被子孙后代少奋斗10年的美好愿景冲昏头脑，忽略了创业背后的残酷现实。有数据研究表明，45岁以上人群首次创业的失败率高达83%，这个数字远高于年轻创业者。而中年创业的失败成本更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年轻人创业孑然一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失败了大不了重新找份工作，从头再来，没有家庭的牵绊，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但中年人创业，身后是整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每个人都靠着这份积蓄过活。创业的本金可能是孩子的学费、父母的养老钱，一家人的应急资金。一旦失败，这些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更可怕的不是创业失败本身，而是失败后带来的连锁反应。积蓄没了，家庭的经济来源被切断，父母的养老成了问题，孩子的教育受到影响，爱人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升级，家庭可能会因为一次创业失败而分崩离析。而这份家庭破碎的痛苦，远比创业失败的打击更让人难以承受。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年人绝对不能创业，而是说中年创业绝不能孤注一掷。比起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中年人创业更需要理性，不拿全部积蓄做本金，选择轻资产创业，结合自己的行业经验和资源，不盲目进入陌生领域，做好风险评估，预留出家庭的应急资金，确保即便创业失败，也不会影响家人的正常生活。更不要因为一时的倦怠就轻易放弃稳定的工作。毕竟对于中年人来说，稳定才是财富积累的基础。有时候满足于现阶段的生活，并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对自己、对家庭的负责。
比起赌一把的暴富，稳稳的幸福才是中年人最该珍惜的财富。中年返贫加速器2，抹不开面子的担保人。如果说创业的风险是明面上的，那么做担保人的风险就是藏在人情背后的案件，一旦中招，同样会让人深陷财务危机。生活中，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亲戚、朋友、同事找自己做担保人的情况，对方说着只是走个流程，肯定按时还钱。看着对方的笑脸，想着多年的人情，很多人抹不开面子，便一口答应下来，却不知道这一句答应可能会让自己背负上巨额的债务。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担保人。担保人就是为别人借钱或欠债做担保的第三方，主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2种。一般保证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连带责任保证则是指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简单来说，一旦债务人跑路，无力偿还债务，担保人就要替他还钱。无论哪种保证方式，担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这份责任往往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人说，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赖账的。可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人性往往是经不住考验的。人性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定义的东西。今天的兄弟情深、朋友义气，可能会在明天的利益面前荡然无存。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逃避，而不是承担责任。最后，所有的压力都会落到担保人的身上。关于这件事，我身边还真有例子。我有一个阿姨，是我父母的同事，是那种特别仗义的性格，朋友遇到事她都能帮就帮。但是她在50多岁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现在想来不胜唏嘘。她的一个朋友比她小很多，从小家里挺苦的，父母走得早，一个人到城市里来打拼，吃了不少苦，10几年下来，抓住了时代的机遇，自己创业蒸蒸日上，逐渐事业有成。为了扩展业务，向银行借款需要担保。我的这位仗义的阿姨也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就答应用自己的房子替他做了担保。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人可不只找了他一个人担保，几乎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找了一遍。几年以后，业务暴雷，立刻债务缠身，而结局是万万没想到的。最后他和老婆离婚，孩子归老婆，然后走上了不归路。他自己是解脱了，而当初所有帮他担保的亲朋好友，包括我那位阿姨的天都塌了。银行根据当初的担保协议，拍卖了阿姨名下唯一的住房。我这位阿姨曾亲口跟我说过，她多少个晚上没法入睡，女儿为这件事也跟她闹得很僵，想着自己半生的积蓄，竟然就因为一点仗义，一夜清空，她头发几乎都白了。最后那套房子也还是没有保住。阿姨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住了几十年，后来幸好还有点积蓄，在偏远市郊买了一个小公寓。但你也不得不佩服我这位阿姨，即便遭受了如此大的打击，她日后还是一个朋友的忙能帮就帮的人。这个也可能就是她的天性，朋友的事帮归帮，但是还是要有一些边界。很多人之所以会答应做担保人，无非是抹不开人情的面子，觉得大家都是亲戚朋友，拒绝了会伤感情。可比起感情，自己的家庭和财富才是更重要的。做担保人从来都不是走个流程那么简单，而是拿自己的财富、征信、未来做赌注，赌的是对方的人品和诚信，而这份赌注赢的概率微乎其微。人情归人情，金钱归金钱，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一定要分清楚。真正的朋友、亲戚不会因为你拒绝做担保人就和你断交，而那些因为你拒绝就翻脸的人，本身也不值得你深交。守住自己的底线，学会拒绝，才是保护自己、保护家庭的第一步。中年返贫加速器3，意气用事的离婚。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认识一个人变得无比容易，滑几下手机就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几句寒暄就能产生所谓的共鸣。于是很多中年夫妻在携手打拼10几年，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中产家庭后，却开始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质疑。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普通人似乎都难逃存款20万定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数额，不用再为温饱发愁时，人就会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容易触发奖励自己或证明自我魅力的心理机制。于是婚姻中的各种问题被无限放大，觉得目前的婚姻没有了新鲜感，每天的柴米油盐磨平了浪漫，认为自己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人，对方比身边的他更懂自己，
觉得伴侣没有当初那么温柔体贴，两人之间没有了共同语言，甚至仅仅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开始互相指责、争吵。人到中年还在为爱不爱而苦恼，说实话，确实有点滑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重点，20几岁的年纪应该大胆去爱、去追求、体验爱情的美好；30几岁的年纪应该成家立业、携手打拼，为家庭积累财富；而到了40几岁的中年，更应该学会珍惜、学会包容，守住自己的家庭和财富。该恋爱的时候不恋爱，该搞钱的时候不搞钱，把人生的顺序搞错位，最后只会得不偿失。老话说得好，爱妻者风生水起，亏妻者百财不入，亏夫者百病缠身，爱夫者富贵相随。这句话从来都不是迷信，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学。夫妻本是同林鸟，是这辈子最亲密的战友。从一无所有到携手打拼，两人一起吃过苦，挨过累，一起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这份感情远比半路遇到的新鲜感更珍贵。一个稳固的家庭永远是财富积累的基石。当夫妻同心，目标一致对外时，两个人的精力都会放在搞钱、经营生活上，心无旁骛，做事自然顺风顺水，财富也会稳步积累。而当家庭破裂，夫妻反目成仇时，每个人的精力都会被内耗消耗，做事无心，财富自然会慢慢流失。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年婚姻都要勉强维持，如果婚姻中存在家暴、背叛、欺骗等原则性问题，及时止损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但现实中，大多数中年离婚都不是因为原则性问题，而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新鲜感的缺失、沟通的不畅。对于这些问题，与其选择离婚，不如学会沟通，学会包容，学会经营婚姻。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天生的契合，不过是互相迁就、互相理解。婚姻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浪漫，不过是在柴米油盐中守住彼此的初心。人到中年，学会珍惜身边的人，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让家庭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这才是守财的根本。守财比赚钱更难，守住初心才能守住财富。赚钱靠的是拼劲儿，守财靠的是智慧。人这一辈子能赚到钱是一种能力，能守住钱却是一种修行。而这份修行核心就在于克制自己的欲望，保持清醒的理性，守住自己的初心。中年人的返贫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内心的冲动和侥幸。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赚钱是前半程的冲刺，守财是后半程的坚持。前半程的冲刺靠的是速度和力量，后半程的坚持靠的是耐力和智慧。很多人赢在了前半程，却输在了后半程，就是因为只懂得赚钱，却不懂得守财。年年都有人说今年是最难的一年，可真正的难从来都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守不住钱。人到中年，别让自己的冲动辜负了半生的打拼，守住初心，克制欲望，理性选择，才能守住属于自己的财富，才能拥有稳稳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话题就浅聊到这里。